網紅狗頭蘿莉以前因為 cos 和性感內容被罵擦邊，後來他把主要的商業重心轉向擺攤賣煎餅，大家又開始計算他一張煎餅究竟賺幾毛錢。有人認為他根本不是賣煎餅，只是在利用擺攤洗白，再把過去積累的流量換成錢。也有人覺得價格已經寫明，粉絲願意購買，外人沒有必要替消費者做決定。他不需要被預設無辜，也不該被預設有罪。這個案例真正值得討論的是公共監督的邊界在哪裡。他叫夏凱旋，網名狗頭蘿莉，曾公開指控前男友傳播自己的私密影像，後來又經歷網暴、輕生風波和 cos 圈爭議。2023年，他開始擺攤賣煎餅。他並沒有與過去的性感形象徹底切割，抖音視頻裡依然會突出身材，但他更穩定、更公開的商業身份已經轉向巡迴擺攤和承接線下流量生意。最普通的煎餅大約7元，後來他又推出過777元粉絲套餐，包括煎餅、明信片、拍立得和現場互動。在網上還有7777元商務套餐，提供指定地點擺攤和短視頻定位宣傳。7元對應食品，777元對應粉絲體驗，7777元對應本人到場和流量曝光。他在多個城市巡迴擺攤，現場既是煎餅攤，也是粉絲見面活動，還能為商場和商業街引流。煎餅確實是入口。早期有人懷疑他只是用低價煎餅吸引人，在銷售粉絲體驗和流量。到2026年，這個判斷已經被他公開的套餐部分印證。但這種商業模式本身不能證明這門生意有問題。判斷一門生意，先看3件事：有沒有造成具體傷害，有沒有欺騙或者強迫，有沒有違反明確規則。商家願意請他，粉絲願意排隊，也有人願意花777元購買一次互動。只要價格提前說清楚，交易雙方自願，食品沒有安全問題，宣傳沒有造假，這就是一門生意。你可以覺得不值，也可以不買。不值得不等於不應該存在。一項質疑是否具有公共正當性，不應取決於人們有多討厭它，而應取決於它是否造成了可以識別的傷害。如果存在虛假宣傳、食品安全問題或者其他違法行為，當然應該逐項核查。可如果交易規則已經公開，買賣雙方出於自願，也沒有造成具體傷害，那麼剩下的究竟是公共問題，還是一些人單純無法接受他用這樣的方式賺錢？當然，這不代表圍繞他的所有質疑都是找茬。他關於債務、煎餅成本和南京擺攤的表述，確實存在值得核對的地方。公開信息顯示，他涉及數百萬元執行債務，並被限制高消費。但他所說的650萬元具體由哪些債務構成，實際償還了多少，現有材料缺少完整執行文書。他也曾公布擺攤賬目，聲稱部分套餐利潤很低，甚至擺攤1年仍然虧損。網友提出疑問，他採用零售採購、外賣採購等高成本方式，不像常見的餐飲經營，因此煎餅可能並不是主要收入來源。這個懷疑有討論價值，可要證明他在成本問題上撒謊，還需要進貨單、實際銷量、人員工資和完整賬目。只根據超市零售價或外賣價格倒推成本，最多能說明他的經營方式不常見，不能自動證明他偽造賬目。現有公開信息中，南京事件的爭議邊界相對清楚，當地已經協助他辦理食品攤販公示卡。後續爭議主要涉及食品衛生、粉絲進入操作區域合影，以及是否按要求佩戴帽子、口罩和圍裙。但他離開南京時，把表達重點放在了外界對他穿着和身體的排斥上，沒有正面回應監管部門關注的食品衛生和操作規範問題。批評他選擇性敘述，避重就輕，有具體依據。可場地合同、團隊工資和收入分成，不會因為他有爭議，就自動變成網友有權索取的信息。他不是上市公司，也沒有向網友公開募資。一個煎餅賺多少錢，場地方有沒有免租，團隊裡誰拿工資，只要沒有明確的違法線索，原則上都是他自己的經營問題。監督指向的是傷害、欺騙和違規，審判關心的卻是另一套問題：他配不配賺錢，他有沒有資格改變，他的改變是不是足夠純潔。
他繼續發布性感內容，有人說他污染互聯網，帶壞小朋友。創作者有義務遵守平台規則，平台同樣承擔內容審核、推薦分發和未成年人保護責任。創作者違反平台規則，平台當然可以限流、下架或者處罰。可如果平台允許內容存在，又主動把它推薦給未成年人，就不能把全部治理責任推給一個女性創作者。平台不能一邊靠性感內容獲得點擊和停留，一邊出了爭議，就讓創作者獨自承擔敗壞互聯網的罵名。還有人說，別人不擦邊也能掙錢，他為什麼不能不擦邊？這種說法接近何不食肉糜，因為他忽略了資源起點的差異。有人不靠外貌也能成功，只能證明這條路存在，不能證明每個人擁有相同的資源、能力和機會。狗頭蘿莉最早積累的注意力本來就來自 cos、性感形象和爭議，後來他把這些流量轉向煎餅、粉絲互動和商家合作。你可以不喜歡這條商業路徑，但不能要求他先放棄自己已經擁有的資源，再從零開始，才算真正自救。別人不用流量也能掙錢，不等於他有義務不用流量掙錢。只要沒有違法、欺騙和強迫交易，一個成年人本來就可以決定怎樣利用自己的外貌、技能和知名度。可圍繞狗頭蘿莉的標準一直在變化。他繼續發布性感內容，有人說他污染互聯網。他轉去擺攤，又有人說他利用擺攤洗白。煎餅賣便宜了，被懷疑故意虧本引流；套餐賣貴了，又被說成收割粉絲。他說不賺錢，會被懷疑賣慘和造假。他開始推出高價套餐，又被指責消費苦難。好像他只有一直貧窮，一直辛苦，一直不擅長賺錢，才能證明當初擺攤確實是在自救。平時談到小商戶，大家都知道擺攤需要採購、製作、助理、交通、場地對接和現場服務。到了狗頭蘿莉這裡，為什麼有團隊，誰幫他聯繫場地，也成了需要交代的問題。無論參與者是員工、朋友還是臨時協作者，團隊的存在都不能直接證明騙局。合作方看重的，至少是他到場後可能帶來的客流和短視頻曝光，這本來就是商務套餐出售的服務。還有一次，粉絲丟失手機和手鏈，他進行了賠償。有人認為這是負責，也有人認為2400元換來一次傳播是精心設計的營銷。賠償帶來了正面傳播，不等於正面傳播就是賠償的唯一動機。我們可以核對他有沒有賠償，賠了多少，卻不能因為結果對他有利，就斷定他心裡只有營銷算計。如果所有產生正面評價的善意都能被反推成別有用心，那麼結論其實早已寫好了。喬納森·海特在《正義之心》中討論過一種常見的心理機制，人們往往先憑道德直覺判斷一個人是好是壞，再尋找理由替這個判斷辯護。如果一個人已經被認定不可信，他擺攤會被理解成洗白，賺錢會被理解成割韭菜，賠錢會被理解成賣慘。後來發生的事情不再被單獨判斷，只負責證明最初的標籤沒有貼錯。很多人並不是完全不允許他重新開始，他們想保留的是審批權。他可以擺攤，但最好真的貧窮；可以自救，但不能太會賺錢；可以被承認為受害者，但必須放棄性感，保持克制，並且永遠對外界的同情心懷感恩。可狗頭蘿莉沒有按照這套劇本生活，他沒有徹底放棄性感形象，也沒有把自己固定成一個貧窮、落魄、等待幫助的受害者。他把過去給自己帶來爭議和羞辱的關注，變成了可以定價的商業資源。這場爭論最後檢驗的，已經不只是狗頭蘿莉的生意，而是一個社會是否真的允許有爭議的人改變。狗頭蘿莉當然可以被批評，如果他在債務、成本和南京事件上說過不準確的話，就應該指出具體是哪一句，又與什麼證據衝突。即使某一項不實陳述最終被證實，也不等於他所有經歷都是假的。經營流量生意不等於詐騙，更不能因為他曾經擦邊，就要求他以後的每一筆收入都接受公眾審計。公共討論應該處理的是可以識別的傷害、欺騙或者強迫，以及明確的違規行為。至於一個成年人應該怎樣生活、賺多少錢、是否按照觀眾設計的方式完成自救，不屬於公共監督的權限。如果社會嘴上鼓勵人重新開始，
實際卻只接受一種經過審批的改變，那麼所謂自救，最後仍然只是留給體面人的特權。他不需要先變成一個純潔、貧窮、感恩、永遠不賺錢的完美受害者，才有資格重新生活。